这是一个已经筹备了很久的视频计划。2年前，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着手策划拍摄这个系列。嗨，各位，我是吴乙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将分享通过 DIY 的方式，来逐渐构筑出属于我自己家庭空间的全部过程。本期视频是 Home DIY 系列的第1集。作为一名设计师，我的脑海中总是有很多想要去尝试和实践的想法。每当我看到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亲手实现他们自己的想法时，我的内心里都会有一种冲动。为什么我自己不去试一试呢？从最初设计到最终制作，全程都有我自己的深度参与，然后去来实现这些想法，这是件多么酷的事儿啊！并且这次行动也算是我作为设计师的一次实践与尝试，所以 Let's do it。 起初我会梳理清楚自己对于这个空间的基础需求和必要条件。我期望打造一个具有舒适温暖氛围的空间，空间要尽量的开阔舒展，并且具有良好的采光，拥有足够的储物空间，在满足我日常生活的基础需求下，同时可以容纳我额外的兴趣爱好。此外，我还需要它作为我的临时工作室，所以客厅要具备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2种不同的功能。明确空间需求后，下一步就是搜集参考资料。这些设计资料能够为我的设计思路和方向提供灵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能够真正的发现自己需要和喜欢的东西，并在此基础上拓宽思路，让自己的想法更加敏锐和丰富，使我的需求和想象逐渐具体化，帮助我逐渐明确想要的空间形式和质感，进而将这些虚幻的想法逐步实现。当我第一次走进这个空间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，什么叫做毛坯房的自我修养。这个住宅是标准的小户型布局，一个封闭式厨房，一个餐厅，一个客厅，一个阳台，一个卧室和一个卫生间。但是它也有着一些小惊喜，这个部分是附带的设备平台，可以将其打通后改成室内空间。为了对空间格局重新整合，我拆除了多余的墙体部分，从而打造出一个开放式的整体区域，将客厅、餐厅和厨房融为一体，形成一个 LDK 空间。我让施工方根据我的需求，将空间的基础设施建造完善，至于剩下的部分则交给我自己来完成。我在这个区域设置了一个岛台，通过岛台来将整个空间的功能分区进行划分，从岛台到厨房的区域形成一个餐厨空间。你现在是不是好奇我的餐桌在哪儿？岛台就是我的餐桌。岛台作为餐桌，既可以扩大使用功能，又可以节省使用空间，很符合我的使用需求。对于我来说，它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有点高，需要做吧台椅。岛台的部分我是受到一位日本博主的启发，他家里金属与木质相结合的岛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有着强烈的复古工业风格。然而这个岛台的成品仅在日本有售卖，2年前我在国内暂时还没有找到出售成品的厂家，所以我决定自己想办法搞定它。首先，我在电脑上根据我自己的需求对岛台进行了重新的调整，并进行详细建模。岛台的尺寸为 1.8 米长， 0.8 米宽， 0.9 米高。整个岛台的区域由上下2个部分组成，底部是岛台的主体，上面是我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的金属吊架。吊架除了可以用来悬挂厨具，还可以通过在上面铺设木板来形成支撑层，用于收纳不常用的厨房用品。下方的岛台主体分为2个功能部分，左侧区域用来放置洗衣机，而在右侧我设置了3组大型抽屉，用于存放器具器皿。确认好设计方案后，我先在网上找到了能够进行铁艺制作的商家，然后将完善后的框架图纸提供给他们帮忙制作。材料我选择的是40×40的角铁来进行焊接，并对表面做了发黑处理，以增强其耐用性和防锈功能。台面我选择使用黑胡桃木指接板，厚度为3.6厘米。我选择它的原因有2点：第一，因为它同样由实木组成，
相比于整块的实木板和实木直接板性价比更高。第二，则是因为直接板其制作工艺导致它有着特殊的表面纹理。台面与框架是通过螺栓来进行固定，使用这种连接方式就需要这种特别的金属连接配件——内外牙螺母。首先，根据框架上预先处理好的孔位，在木板的背面上进行定位开孔，然后刷上一层木工胶来增强其结合的牢固程度，最后将螺母依次旋入孔洞。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是方便于后期拆卸运输和保养维护，不会对台面造成二次损坏。因为岛台上需要设置咖啡制作区，所以在台面上要切割出孔洞来安装外接电源，用于给咖啡机和磨豆机等设备供电。在对台面进行安装固定前，先对台面进行打磨，使其表面光滑。砂纸我用的是300号和800号。打磨完成后，涂上第一遍木蜡油，静置一晚，隔天再涂一遍，让木材充分吸收木蜡油。最后将台面与支架通过螺栓进行锁紧，使其连接牢固，成为一体。抽屉和吊架的支撑木板，我选择使用了松木指接板。收到网上订购的板材后，第一步就是切割。切割前请一定要仔细核对尺寸，机会只有一次。别问我是咋知道的。切割完成后，我用刨子对板材的侧面进行修正，让其平整度更加精准。板材准备好后，我会先对其表面进行打磨，通过涂刷水晶漆改变木材的颜色来增加质感。我先用90度角夹具将2块木板夹好固定，然后在指定位置进行开孔。拧紧螺丝固定之前，我会在2块板之间涂抹一层胶水，等胶干透拆除夹具，这样制作的抽屉更加牢固稳定。我还在每个大抽屉的中间增加了2块竖向板，第一，可以增强抽屉的稳固性，使底部能够承载更多物品，也不容易产生变形。第二，可以将抽屉空间分割成3个部分，便于分类存放物品。接下来，我需要在框架两侧的横梁上开孔，用于安装抽屉轨道。首先，用小型号的金属钻头在标记后的点位上进行开孔，然后再用对应螺栓尺寸的金属钻头进行开孔，最后通过小型螺栓将抽屉滑轨与框架进行连接。整个抽屉通过滑轨安装到框架上后，需要测试检验一下是否流畅顺滑。随着我将抽屉依次测试完毕后，岛台的部分就制作完成了。接下来是客厅部分，我将储物功能尽量集中在一侧，从入户门一直到阳台，形成连贯整体的感觉。对面区域则设置为工作区域，由我的办公桌、办公椅以及设备柜组成。我将沙发放置在阳台靠窗的位置，用沙发、椅子和书柜共同围合成一个小型的阳台休闲区。你是否喜欢这种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？我是真的很喜欢。客厅部分，我想要有一个能够贯穿连接整体空间的柜体，最终柜体的长度确定为2.4米。我选择用2组1.2米的宜家贝达电视柜组合在一起来实现。根据之前想好的尺寸和型号，我在宜家的官网上选择了黑色的框体。当收到柜体后，我将柜体的包装拆开，在地面铺设了一层保护布，来防止柜体的表面在安装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磨损。我根据说明书的指示，将柜体一步步地组装起来。接下来，我会根据测量好的尺寸，将电视柜的门板裁切出来。我根据自己的需要，从网上下单了橡木的实木板。我觉得实木柜门的质感更能与家里其他的木质部分相呼应，使整个空间更加协调统一。柜门的表面处理完之后，我会在门板需要安装荷叶的地方，用打孔器将需要的空间加工出来，然后将荷叶安装固定。一般我会先制作安装一个柜门，来检查安装的平整度是否符合要求，确认无误后，再对所有的柜门来进行制作安装。最后通过对柜门的荷叶来进行微调，来确保所有的门板平整且缝隙一致。在入户门的左侧，我计划打造一组由金属架构成的开放式存储空间。这个区域既能收纳我的闲学杂物，又能安放我的兴趣爱好，
比如我的露营设备、咖啡器具和玩具手办等物品。金属储物架解决了我的一个难题，就是收纳我的自行车。框架的尺寸是根据我的自行车来进行设置的，所以折叠后的自行车能够完美的贴合进储物架内，不会占用额外的过道空间。材料我选择了这种30×30的带孔角铁，这是一种标准规格的金属材料，有不同尺寸可以选择。确定材料后，我根据需要的尺寸和数量在网上来进行了选购。收到货后，我根据图纸用螺栓将零部件一一进行固定，组装出框架的形态。我使用的螺母是防松动螺母，这可以有效地避免在日后的使用过程中，由于螺母松动造成的框架变形。在架子的底部，我还配备了4个带有固定刹车功能的万向轮，方便我在未来的使用中轻松转移位置。这些角铁的表面都是通过镀锌处理的，具有优秀的防锈功能。银色的镀锌层也能与周边的其他金属架形成整体的统一氛围感。接下来我要做的是拆除置物隔板，因为这个项目是在其他 DIY 项目之后进行的，所以这些隔板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。我准备在原有的隔板基础上再增加一段，使其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岛台的位置，来满足我更多的储物需求。我替换掉了第1版选用的隔板支架，重新配备了几个全铝铸造的支架。相比起以前的支架，新的版本更符合现在的质感。我在墙上通过激光仪定位后，用膨胀螺丝将金属支架安装好，最后在上面安装好隔板。两侧的金属架是宜家西利斯系列，它们3个算是家里的元老级存在了。它们跟随我一路来到新家，我希望将它们完美的融入到新家的空间里。不同质感的金属架组合在一起，与后面的白墙形成了更为轻盈的效果，既能为物品提供良好的承载功能，同时又能保证风格的和谐与稳定。最后将剩余的木板安装到位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我还为这个区域制作了一个软木钉板，制作它是因为框架上方就是我家的电表箱，一方面我想用它遮盖电表箱，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个软木板来记录我生活里的珍贵瞬间。首先，我用固尔奇218的喷胶对软木板来进行了均匀喷胶，然后将背板在上面均匀摁压，在其粘接稳固后，用手锯修掉多余的部分，然后将制作木框的板材切割成相应的尺寸，打磨后刷上带有颜色的水性木细漆。当漆面干燥后，我用夹具将它们固定在一起，并用螺丝拧紧组成一个框体，最后将软木板放入其中，并在背部通过金属角码将它们相互固定，形成一个稳固的整体。每一枚的软木钉都承载着我生活中不同的故事，见证着我的成长和变化。我希望这块木板能够记录我的曾经、当下以及未来的美好记忆。我心中的家绝不仅仅是建筑空间，它是我们生活个性的体现。这里不仅承载着我们生活中不曾向外人透露的喜怒哀乐，也承载着那部分连自己都未曾留意的性格棱角。家是具有治愈力量的，它能够让紧绷的神经放松，让疲惫的灵魂喘息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用心构筑的家中找到心灵的栖息之所，打造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温暖天地。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非常感谢，很高兴能够跟你分享我的 DIY 过程。本期视频是 Home DIY 系列的第1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关注，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。同时你也会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更新的视频内容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说想跟我说的话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给我留言。那就这样，拜拜。